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3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现在是有成片的多方抵抗 K 线。那像这些 K 线我们要怎么去解读，或者是怎么去参考，比如说去年12月份到1月份的一些多方抵抗的 K 线，以及在2021年的这一个底部的区间，比特币也是有成片的多方抵抗的 K 线。那这个位置比特币的阻力有没有可能会搞一波，或者等下来跟家人们聊一下这一张图片，目前比特币的阻力到底在想什么？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在不加息的位置会提前拉一波，等到加息的位置就类似上一次的这两个高位，它拉到高位以后它有可能会再 C 号。那等下来跟大家讲解，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裸 K 的形态，这种多方抵抗的 K 线现在是还没有收盘哦，要看收盘才能体现出主力的决心。如果这个位置现在是差1个小时快要收盘，这种就是很标准的一根多方抵抗吞噬的 K 线。是这样子啊，一般正常的下跌，如果是一个空方趋势，它下跌到低档的位置，比如说来了一根相对比较长的一根 K 线的下跌，然后第二根 K 线抵抗的 K 线有几种，最强势的就是这种，它如果开盘是开在前面收盘价的下方，当然这个币圈的市场是没有开盘跟收盘，只是我们参考的点位是以世界时间0点为它的一个收盘以及它的一个开盘，所以这一根开盘跟前面的这一根收盘它是在同一水平线上。那如果最强势的话就是这种，它收盘直接收到就是前面一根 K 线的开盘价上方，就是这个位置开盘价上方。包括昨天在推特上面也是有通知家人们，我个人是感觉这个箱体支撑是非常的强，那现在是感觉已经都不是一个拇指线，有可能真的会收成一根吞噬的 K 线，所以还是一样，我个人是觉得尽量不要去看空比特币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还有一些多方抵抗的 K 线，比如说从这一个位置 29K 的高点开始下去，然后这一根下跌 K 线实体是相对比较长，后面是这个位置开始跟朋友们计划再下去你应该要兴奋啊，因为在周线里面它当周如果是下跌接近 10% 或超过 10%， 有可能低档的位置会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就是这个支撑位现在撑到现在都还没有跌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不标准的类似一个晨星的一根 K 线的形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标准的晨星就是它如果是一波下跌，然后 K 线实体收的比较长的一根下跌，第二根 K 线它会在低位低开，而且在这边收一个十字星或者是实体，尽量小一点，不能太大。第二根 K 线马上来了一根高开，而且收盘它要收在这个 K 线开盘价的上方，就类似这个位置的高点，它既然这个高点是有收过这个开盘价附近，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这一个大圈的一组形态，如果这一根加上这一根或者加上这一根也可以合起来看成一个十字星，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实体相对比较标准的，它虽然是收盘没有收在这个上方，如果能收在这个上方，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多方抵抗的呈现的 K 线。然后后面呢，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正常的下跌的形态，它如果再来一根大跌，不应该马上在第二根就是这一根 K 线开盘或者是收盘，标准的多方拇指线也是这样子，就是它下跌的一根 K 线出来之后，第二根必须要高开，然后实体收在这一个里面，然后可有上影线也可以有下影线都可以，只要它实体是在这个里面，标准的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个人判断这是一根多方拇指线，特别是这一根最重要的下跌，也是跟朋友们判断，如果这是一个箱体举行整理的形态，它要变盘的点位来了这么大的一根 K 线，不应该在第二根马上来到一根多方抵抗，后面是在这个位置直接有一个利好，就是美国那边债务危机解决，
然后现在是上来又洗了回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最近就是在守这一个下箱体啊。其实这个箱体的位置，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可以做一些高抛低吸，因为有预期，如果是真的不加息的情况下，那在这10天左右有没有可能会提前拉一波？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个事件来预测一下比特币主力到底最近在想什么，因为我们要思考一下，前面在去年的时候1年多，当时从2022年的5月份，当时美联储的利率是加到 1% 开始，就进一步的每一次加息的幅度都是75个基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022年的5月份，然后到这个位置2022年的6月份是75个基点，再到这个位置是2022年的7月份也是再加了75个基点，再到这个位置也是2022年的9月份再加了75个基点，后面是来到2022年的10月份也是利率再加了75个基点到 4%， 然后是在这个低位的位置，其实也是在底部的位置，12月份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它也是来到高点的位置，后面是有一波洗盘，或者是下一次来到2023年的2月份这个位置，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我估计都是有一些消息可能是提前计划好的，主力可能早就知道利率的消息，他就是会提前拉一波啊，知道只加息50个基点，提前拉一波，然后这个位置知道只加息25个基点，也是提前拉一波，拉到高位的时候放出一些利好，然后洗盘。所以目前我也是在思考，就6月14号的时候，美联储会不会停止加息？这边打的一个问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在 K 线里面反映的非常的明显，会不会提前拉一波？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多方抵抗的 K 线图啊，因为既然判断是在整理的区间，然后我们要留意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个20MA， 我这2天也是跟朋友们讲，不要去管它，有可能谈不上支撑跟压力。其实整个区间就是在一个积累区，那积累区时间还够不够？我个人是觉得有可能还不够，它上方还有一条60的均线。那我们要留意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一些低位的区间，箱体震荡的区间，比如说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底部的区间，包括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当时在这个低位也是跟朋友们讲，看到多方抵抗的插入线，虽然后面还会有低点，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插入线，可以观察一下，它收盘是没有穿过这一个前面的开盘价，所以这种就是一个，包括这一个也是很标准的一个插入线。一般看到这种裸 K 的形态，有看到多方抵抗 K 线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有可能就是在低位区可能有一些主力是在积累，但是它不一定会马上大涨，因为积累要知道主力建仓或者是在底部吸纳，它不是1天2天就可以把筹码给接到位，有可能就是会时间会横得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纵深一个低点一个低点，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高。反向的例子也要跟大家聊一下，我记得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当时的这个底位也是一直在跟很多家人们唱多。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是有几个多方抵抗的 K 线出来之后，比如说这一根 K 线它是一个插入线，然后后面是在这一根是来了一根多方抵抗的吞噬的 K 线，它后面是在这个位置就是非常标准的一根多方抵抗的呈现的 K 线。不过它后面整个整理的区间积累的迹象从 K 线里面是反映的很明显，包括这一根也是类似一根吞噬，或者这也是一根吞噬，就是成片的全部都是多方抵抗的 K 线。但是主力也是非常的坏，他会把重心给下移，这个低点好像是破了这个低点，没错，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根 K 线虽然是破了低点，但是第二根就是这一根 K 线是收在这一根下跌实体里面，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拇指的 K 线，拇指的 K 线2根啊，连续2根，后面是还会有重心下移，不过最后的这个低点是并没有破这个低点，所以从区间里面看这种裸 K 的形态，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有可能就是这个位置反映出的一些力道就是偏多的一些迹象，它后面是最终在这个位置
吞噬的 K 线。收盘价不光是把这一个前面的开盘价给吃掉，而且实体是差不多有大于它的2倍啊，所以这个位置开始后面是一路飙涨，包括当时这个位置压回的时候也是跟朋友们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2次买点的机会，因为基本上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均线是已经走好了，就是20的均线已经是站上，那现在的20均线跟那个位置有没有很像？其实现在也可以观察一下，它还是在20均线上方，所以20均线谈不上支撑跟压力啊。现在整个这一类区间是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个人观点，有可能我的判断是时间可能还是不够，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